接到那通电话后，我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冒牌货。大姐因为腿脚不便，行动困难，等我离开后，你们要常常带她到外面晒晒太阳。二姐必须记得准时服药，别老是乱发脾气，更不许欺负那个即将回来的真正弟弟。三姐用那双温柔的眼睛凝视着我，可她浑身上下却散发着一股难以驯服的野性。她笑着问我：“那我呢？”我望着她那张美得有些过分的脸，沉重地叹了口气：“三姐啊，你以后少惹点麻烦，只要别受伤，我就谢天谢地。”谁料到我刚回东北的第一天，江少爷就给我来了电话。哎呀，兄弟，我可真管不住这3位大小姐，她们居然为了谁能做你对象的事情打起来。我们家跟寻常的豪门不太一样，没有什么白月光重归于好的戏码，也没有跟青梅竹马环游世界的浪漫。大姐今年28岁，本该在商界大展身手，却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双腿，从此变得消沉不振。我每天只要有空就会推着她出门散步，给她看路边撒欢的小狗，只给她看树枝上刚冒出的新芽。我希望她能感受到这人间的烟火气，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，重新站起来面对人生。二姐小时候遭遇过绑架，留下了极其严重的心理创伤，患上了躁郁症。我每天都会盯着她按时吃药，当她情绪失控的时候，我会心疼地抱住她安慰她，别人都拿她没办法，还好她愿意听我的话。三姐表面上看起来最正常，实际上却是个偏执狂，轻浮又冷酷无情，拥有美丽温柔外表的疯子。她总是专注地看着我照料大姐二姐，然后轻飘飘地伸出她受伤的手，弯着那双好看的眸子看向我。我也受伤了，下一个是不是该轮到我了？所以尽管我是家里年纪最小的，却要既当爹又当妈，照顾着他们3个，组成了我们这样一个破碎却富有的家庭。当得知自己并非这家人的亲生骨肉时，我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滋味。轻松是有的，但更多的是内心深处浓浓的担忧。至于我和那位江少爷，据说当初是护士抱错了孩子，因为我和江少爷脸上都有一颗红色的小痣，只不过我的长在眼角下方，江少爷的长在面颊上。如今他一直跟着我的亲生父母生活在北方，长得又高又瘦，性格开朗大方。我忽然有点庆幸，这个家还好有这么一个没长歪的。会议结束后，我一个人躺在熟悉的大床上，难得的失眠了。在这个家生活了20年，实在有太多的回忆。小时候父母就经常不在家，除了保姆就是这3个姐姐带大我。大姐最稳重，从换季天一到参加家长会，父母不在的时候，她总能把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。二姐虽然脾气暴躁，但最护着自己人，有她撑腰。上学时没人敢欺负我。三姐跟我年纪相差最小，所以总是她陪在我身边。想到刚才散会时三姐那副漫不经心的笑容，我忍不住叹了口气，希望她别搞什么幺蛾子就好。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大姐的房间突然传来一声闷响，我条件反射般坐起来，急忙下床穿鞋。大姐腿脚不便之后，我曾经想过请一位专业的助教护理，可一向要强的大姐说什么都不同意。